他是北魏王朝的掘墓人，加快了北魏灭亡的步伐。我们先撇开尔朱荣不谈，看看他手下都是些什么人。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，北周创始人宇文泰，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，宇宙大将军扰乱南梁的侯景，还有慕容绍忠、独孤信、贺拔兄弟，个个都是响彻一方的人物。当然，作为他们的老大尔朱荣也不一般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。尔朱氏是契胡的一个分支，和后赵的石勒是同一源头。再往上找的话，他们的先祖是中亚的伊兰人，他们的姓氏来源呢，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尔朱川，在我们今天的山西省北部。尔朱荣的先辈们都是部族的酋长，他也是从小就武德充沛。从他高祖尔朱宇建追随北魏道武帝讨伐后燕后开始，尔朱家呢都是北魏的武将。到了尔朱荣的这个时候，为第一领民酋长，爵位梁郡公。刚开始接触尔朱荣这个名字的时候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和董卓那样的圆润而凶狠。后面了解到尔朱荣肤色白皙，容貌俊美，活脱脱的一个俊俏的武将的形象。在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后，北魏末年的大动乱就开始了，四方兵起，北魏危难。尔朱荣开始招兵买马，想要在这乱世之中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他将牲畜变卖换成军饷、粮草、武器，四处招兵，发展自己的实力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契胡军队。此次反抗北魏的起义史称六镇起义，这六镇分别是沃野镇、怀素镇、武川镇、福明镇、柔玄镇、怀荒镇。这个镇呢，和我们现在的行政单位还不太一样，在北魏北方没有设立州郡，而是设立镇，以镇民守边。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，跟随迁都而去的兵士的阶级也提升了，被称为羽林、虎贲和士族同列。而在六镇的兵士则是身份低下，加上六镇守将贪污腐败，六镇有天灾，还要被游牧民族柔然掠夺的人祸，于是就爆发了反抗北魏贵族的大起义。在北方动荡的时候，在中原的北魏皇族内部也发生了变化。北魏胡太后在解决威胁自己的掌政大臣元叉后，再度临朝听政，后宫淫乱，地方贪污腐败，北魏朝政落入奸佞之人之手，文武百官是离心离德，国家分崩离析就在弹指之间。之后胡太后在北魏孝明帝去世后，将孝明帝妃子女儿元氏假装成男孩，让她登基，这就是元姑娘。几天过后，她看朝政人心安定，就把2岁的元姑娘拿了下去，找了3岁的元昭当皇帝，史称北魏幼主。胡太后的这波操作就是想稳固自己的权力，但她没想到自己的死期也快到了。尔朱荣在镇压各地的反抗暴政的义军过程中，高欢、宇文泰、侯景等一众手下败将被他收入麾下，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他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大，北魏境内无敌手。在胡太后毒死孝明帝之后，尔朱荣是怒不可遏。尔朱荣以匡扶帝室的名义杀入京师，胡太后的那些爪牙们根本不是尔朱荣的对手，2、3下就被全干掉了。在进入京师之前，尔朱荣就派遣尔朱天光进入到洛阳城中，找到当时声望很高的长乐王元子攸商议，里应外合攻入洛阳城，再合作把胡太后干掉。事成之后，元子攸当皇帝。元子攸也是欣然接受，一是他害怕再让胡太后搞下去，北魏可就真的没了；二是尔朱荣都要立他当皇帝了，何乐而不为？万一他不答应，这就和尔朱荣结下了梁子了。尔朱荣万一成功的攻入洛阳，自己不就尴尬了？之后元子攸就留下李应的人和尔朱天光去到尔朱荣所在的河阳称帝，史称北魏孝庄帝。之后尔朱荣从孟津渡过黄河，直逼洛阳城。胡太后慌忙调集军队和尔朱荣决战，但他匆忙调集起来的军队哪里是尔朱荣的对手，2、3下就被解决了。对于尔朱荣手下来说，打这种东西属于有手就行。此时的胡太后还在想着逃离尔朱荣的魔手，她拉着一众后宫妃子削发当尼姑，她多半以为尔朱荣是个仁慈的人。尔朱荣可不惯着她，投降的费穆告诉他，要在朝堂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，不然等他走了之后，鬼知道京城的权力会落在谁的手上。尔朱荣表示同意，同时和部下说了自己的想法：洛中人士繁盛，骄奢成俗，不剪除恐难治。勿欲因百官出营，悉诛之，若何？
而朱荣手下一听这西诛之，可吓了一跳，对这提出反对意见。你这要把皇室大臣全杀光了的话，这不就给别人落下画饼了？万万不可。但此时的尔朱荣心意已决，他这种想法主要来自于当时的那个形势，皇帝、士族、军阀，只要任何2个绑在一起的话，另外的一个就离死不远了。于是他把废穆的建议更进一步，把部分皇族和京城之中有势力的官员杀个干净，就不用担心这么多事儿了。公元528年农历4月12，皇室贵族在河桥迎接元子攸和尔朱荣。次日，尔朱荣逼迫胡太后和幼帝元昭离开洛阳，行至河阴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将2人投入黄河之中。同时，尔朱荣以祭天的名义，将朝中有权有势的大臣们集中到了河阴的陶渚。孝庄帝元子攸亲自将百官引导在河阴的行宫一面，同时呢不能请假，祭天的大事请假就是大逆不道。众人到齐之后，尔朱荣登上高台开始说话，开席贺责，这北魏天下乱了这么长时间，全是你们这帮重治搞的，和你们在一起怎么才能治理好国家？要不是你们残暴贪婪，没有发挥好大臣的职责，国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今天你们自己蛤蟆进油锅，就不要怪我生火开闸了。丞相、司空、皇子、皇孙，无论好坏，全被干掉了。尔朱荣掌握北魏实权，从起兵对付起义军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想着这一天了，这也是他的巅峰了。在这一切安定之后，尔朱荣去对付在东方崛起的葛荣。葛荣在6镇起义后和尔朱荣一样，不断的战斗和吞并，但是他没有爵位官职，就只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。他自称天王，国号齐，想要推翻北魏。尔朱荣直接3下5除2就给他解决了，自己的30万大军被尔朱荣的7000人杀得支离破碎。就在解决这件事后，听闻陈庆之7000人孤军北上，就回去了，然后就成了陈庆之的背景板。不过这对于尔朱荣来说是无伤大雅。之后又平定关陇，北魏北方安定。但他和元子攸的矛盾日益激化。他女儿虽然成为了元子攸的皇后，但他却异常的嚣张，天天拿他爹威胁皇帝。之后元子攸和臣子们定下计策，让尔朱荣入朝。虽然前几次都有干掉尔朱荣的机会，元子攸都选择再等等，他希望一击必胜，让尔朱荣没有任何机会。在公元530年，元子攸以皇后产子为由，将尔朱荣请入皇宫。尔朱荣还没有开口道喜，就发觉有问题，就想挟持元子攸。元子攸早有准备，尔朱荣被一刀刺死，一代枭雄就此落幕。其实尔朱荣此时想要当皇帝的想法并不大，之前倒是非常的想，但他十分的迷信，前几次的占卜、铸金都不成功，他就在想是不是上天不让他当这个皇帝，于是他们就慢慢失去了称帝的心。但是他一直都是有称帝的能力的，但也不排除他后边占卜成功就想要当皇帝了。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